1982年的秋天，风真的变了。村里人还在为1分2分的工分吵得面红耳赤，守着那口吃不饱的铁饭碗做梦。而我沈年星要抢在所有人前头把钱赚了。推开自家木门后，我脚步一顿，因为猪圈旁的泥地里有声音。我顺手从门后抄起一把铁锹，放轻脚步走过去。他终于抬起了头，但我没看他的脸，我看着他的脚，那双脚上套着一双破得惨不忍睹的皮鞋，但鞋面上残存的纹路我认识，鳄鱼皮。我记了5年的纹路。带他去县医院，人死了，钱算你欠我的；人活了，算我做善事。陆彦池，陆展业派你来的，要命拿去，钱1分都没有了。陆展业，镇上倒饭嘴里那个从南方来的狠角色，正准备盘下县城最大的酒楼。原来是他把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男人变成了现在这副鬼样子。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一路把他拖进厨房，然后把那半扇猪肉放木案板上。他吓得一哆嗦。我不会做违法的事，我的时间很宝贵，没空跟你耗。5年前你用500块救了我妈一条命，今天我用这口锅留你一条命。从今天起，你吃我的饭，住我的屋，代价是你这条命归我了。我废了，我连味觉都没有了，盐和糖都分不清。你要一个废物干什么？舌头废了，眼睛没瞎吧？手没断吧？脑子还在吧？去院子里把那50斤猪大肠翻出来，用盐和草木灰洗3遍，洗不出清香味儿，今晚你就接着啃你的生红薯。你也可以走，出了这个院子，是被陆展业的人找到，还是饿死在山里，没人管你。他选了活，只要还想活，就有价值。哎呦喂，南星啊，你这大白天的，院子里怎么藏了个野男人啊？我说你个黄花大闺女，怎么天天往镇上跑，还弄这么多臭烘烘的猪下水回来？原来是背着人养汉子啊！这要是让村长知道了，可是要被批评的。大伯母，你识字吗？全县第1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，盖着国家的公章。我沈南星现在是受法律保护的合法生意人。你少拿个破纸片子吓唬我！那这野男人怎么说？这就是作风问题，走到哪儿都说不清。镇上拖拉机厂食堂800个工人的口粮，他们跟我订了每天50斤卤猪下水。从明天起，我每天要收100斤猪下水，自己洗不过来要雇人，1天1毛，当场结账，手脚干净，嘴巴严实的，明天早上6点来我家领活，多劳多得。南星，你看婶子行吗？婶子干活最麻溜了，洗肠子是一把好手。南星，选我家那口子是杀猪的，我天天跟这些东西打交道，保证给你洗得干干净净。你们别听这丫头显子吹牛，她哪来的钱给你们结账？肯定是骗你们的。大伯母，作风问题你慢慢去村口跟人聊，赚钱的事你没份儿了。你这个死丫头，你给我等着！看什么看？不用洗了，10分钟内要是还没洗出我要的样子，明天你就去村口讨饭。陆展业、王翠花，还有那些看不起我的人，等着吧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第2天天还没亮，我推开厨房的门，灶台前已经站了一个人。陆彦池穿着我爸留下的衣服，他手里捏着一把大力盐，正拼命往自己嘴里塞。想夯死自己，去外面水沟里，别脏了我的地。没有味道，一点味道都没有，咸的、甜的、苦的，我全尝不出来。陆展业不仅骗光了我的钱，还把我关在地下室熬了7天7夜。我被吓成了神经性味觉丧失，我现在连狗都不如，狗吃屎还知道臭。哭完了，哭完了就站起来，把这些洋葱全部切成均匀的细丝，每一根不能超过1根火柴棍的粗细。你没听懂吗？我尝不出味道。
我当不了厨子，连给你打下手尝咸淡都做不到。谁告诉你做饭只能靠舌头？味觉没了，你反而少了一个最容易被感官欺骗的器官。从今天起，你靠肌肉记忆，靠时间，靠重量，靠绝对的精准。一锅50斤卤水，八角30克，鬼皮20克，盐450克，差1克都不行。大火烧开12分钟，转小火慢熬120分钟，多1秒少1秒都不行。陆展业拿走了你的钱和味觉，但他拿不走你脑子里的数字。拿起刀，或者现在滚出我的院子。太粗了，重切。切不完50斤，不准吃饭。绝望是最没用的东西，能把人从烂泥里拉出来的，只有偏执和重复。半个月后，青岩镇农贸市场，我的南星卤味摊子前排起了长龙。南星丫头，给我来半斤猪头肉，多浇点卤汁。好嘞，李叔，给您添一块豆干，算天头。沈南星，生意不错啊。郑老板买肉排队，惹事儿出门左拐去局子。哼，小丫头片子，嘴还挺硬。听说你每天要消耗100斤猪下水，你这买卖坏了镇上的规矩。从明天起，镇上所有的猪下水进货价涨3倍。另外，你这摊子每个月的利润分我1半当管理费。涨3倍，敲一半利润。郑提户，你这辈子吃过最贵的菜，估计也就是你家隔夜的猪大肠。想吞我的利润，你长那副好牙场了吗？你找事儿！信不信我让你明天在整个镇上连一根猪毛都收不到？还有八角桂皮，1两都不会卖给你。啊！烫死我了！不卖给我，好啊。郑老板，记住你今天的话，从明天起，我沈南香要是买你1根猪大肠，我名字倒着写，滚！行，你有种！我看你明天拿什么给拖拉机厂交货，走着瞧。他真的垄断了镇上所有的货源，拖拉机厂的单子违约金很高，没材料我们怎么办？材料？谁规定猪下水必须在镇上买？收摊，跟我走。村长，长话短说，我代表南星卤味来跟黄土坡村签订合同。啥合同？以后你们村所有杀猪剩下的下水，按镇上平时收购价的8折，我全包了。每天早上6点，你们派人送到青岩村村口，这500块是预付款。这靠谱吗？黄土坡村每天产出大约150斤猪副车品，距离青岩村5公里，安排1辆牛车集中运送，运费成本不到2毛钱，扣除运费，你们村每个月能凭空多赚至少30块纯利润。这笔钱不用经过镇上的肉联厂核估算，当天结现金。原来我还能算清这些账，原来我不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。签！谁不签，谁是王八羔子！你就这么绕开了郑屠户？这叫源头直采，去中间商化。你以为我只会颠大勺？八角桂旗买不到，我就改配方，用山里的野花椒和香叶代替，活人还能被尿憋死。南星啊，还是你们家的卤味好吃，猪烙还新鲜。沈南星，3个月，我想把全县的猪下水供应线全部拿下来。准了。属于我们的商业机器终于开始运转了，而这只是一个开始。1982年初冬，青岩镇的生意摸到顶了，镇上就这么点人，拖拉机厂的单子也饱和了。要想吃更大的盘子，必须进县城。但熟食最大的短板就是保质期，从镇上到县城一路颠，做好的卤下水很容易变质。下肉。1分30秒，水分炸干，捞出。没有冷链，我就自己造密封，高温杀菌，猪油封顶，常温能放半个月。这是我敲开县城大门的敲门砖。装罐，封口。明天一早，借村长的牛车进县城。哪来的乡巴佬？牛车挡道了，知不知道？滚边去！算了，我们往边上挪挪。哟，我当这是谁呢？这不是我们南方大名鼎鼎的陆大老板，我的好表弟燕池吗？怎么？听说你前阵子被债主追得跳了河，我还以为你早死在哪个臭水沟里了。今天怎么有空来县城？哦，
原来是给村姑当倒插门，卖起这没人要的破烂玩意儿了。这手怎么粗糙成这样了？以前不是非高档西餐不吃，非真丝衬衫不穿的吗？少爷，你现在还尝得出弦段吗？陆展业。嘴放干净点儿。你眼前站着的是我沈年心的人，谁敢动他一根指头，先问问我手里的棍子同不同意？听懂了吗？小丫头片子，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？你这破烂摊子，信不信我今天就让你在这条街上卖不出去一瓶？地段选的不错，装修也花了血本，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可惜3个月后这栋楼就得跟我姓沈。燕池啊，燕池，你从哪儿找来这么个疯婆子？卖几个破罐头就想买我的饭店，痴人说梦！来人，把他们赶走，别让这牛车的臭味熏了我的风水。别碰我的车，我们自己走。表哥，你最好祈祷你的饭店能撑得久一点，别倒闭得太快。废物点心，装什么大姨妈郎？干什么？干什么的？谁让你们在这摆摊的？有条子吗？我是合法个体工商户，交了摊位费的。这单子作废了，今天起所有熟食摊位都被展业餐饮公司全包了，外面的熟食一律不准进场，赶紧滚，不然没收东西。是我连累了你，他在县城的关系网很深，只要他发誓，我们根本进不了零售市场。南星，对不起。我教过你什么？做生意，眼睛如果只盯着别人给你划定的圈子，你这辈子都只能当个乞丐。市场管理员不让进，谁稀罕他这几个破摊位？把这500瓶罐头原封不动搬上车，走街串线，1块2块的零收，太慢了。从今天起，我们不走零收了。不走零收？那我们怎么卖？马上就要过年了。县城这几个大厂的工会手里攥着几10万的过节福利经费，正愁买不到硬通货。走，带你去端他们的大锅饭。降维打击从来不是在敌人熟悉的战场里跟他拼刺刀，而是直接把整个战场掀翻重来。南星，国营大厂的过节福利从来都是总销社和肉联厂内定包办的，采购权在工会主席手里，他们根本看不起个体户，连门都不会让我们进。他说的没错，但我从来没打算走正门求人。最高级的销售从来不是推销，而是让他们求着来买。哇哦，什么味儿这么香？比过年食堂炖的大肉还勾人。哪儿来的？我怎么闻着全是肉味儿？南星秘制肉酱，不要票，不要2本，今天第1天进城，免费试吃。小姑娘，给我来一口，我就尝一口，真的不要钱，给我加一点，我儿子最爱吃辣的。老天爷，这肉绝了，又辣又香，全是大块的瘦肉。丫头，这一罐多少钱？我买10罐，我也要2罐，拿回家拌面条，我儿子能吃3大碗。对不住各位叔伯，今天带来的500罐不零卖，这是专门给咱们红星厂工会准备的年节福利样品，只有通过工会集体采购，才能用最便宜的出厂价拿到手。大家要是觉得好吃，就去问问你们工会领导，今年的福利能不能发这个？凭什么不卖啊？工会年年发带毛的破猪肉，今天必须发这个。走，找赵主席去。这肉酱不要票，还能放半个月，比那臭鲫鱼强100倍。你就是那个在厂门口聚众闹事的个体户，你知不知道扰乱国营大厂生产秩序是什么罪过？您误会了，我是响应国家政策的合法个体户，来给钢铁厂的工人们送点实惠。赵大年本来想发火，
但那股子直冲天灵盖的肉香味儿，硬生生把他的火气堵在了嗓子眼儿。味道是还行，但这东西来路不明，我们大厂从来只跟肉联厂合作，万一吃坏了人，谁负责？第一，全县第1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，镇政府盖章的卫生许可证全部齐全。第二，我这肉浆采用猪油封存工艺，玻璃罐高温杀菌，常温下保质期半个月，工人拿回家不用怕坏。第三，我听说肉联厂今年肥猪出栏率不够，给你们的报价涨了10%，工会的经费快兜不住了吧？你怎么知道？陆彦池，给赵主席算算账。赵主席，红星厂3200名职工，往年每人年结福利预算5块钱，总预算16000元。如果采购肉联厂的鲜肉，按涨价后的价格，5块钱只能买2斤半次等肉，还带大量骨头和碎皮，工人怨声载道，损耗超过20%。但采购我们的肉酱，出厂价3块5一罐，里面是实打实的半斤精肉加半斤秘制红油，剩下的1块5，工会还能额外给每人买2斤白糖，一罐能放半个月的下饭神器加2斤白糖，对比2斤半难乳下咽的次等肉，怎么选能让工人念您的好，让领导看到您替国家省了预算，您心里比我清楚。好，我信你们，3200罐，半个月内能交得出货吗？交不出，违约金你们可赔不起。您就算要1万罐，我也能按时送进厂房。签合同吧，赵主席，预付款30%，现款结账。当天下午，我们不仅拿下了红星钢铁厂的大单，还用同样的免费试吃加预算降维打击的方法，横扫了隔壁的第一纺织厂和机械2厂。你真厉害，居然能想到这样的办法，成功的拿下了这一单。沈南星，你如果去南方，一定另有一番天地。这点钱就觉得沉了？我说过，3个月后这家饭店要跟我姓沈。我没有看展业大饭店，而是转身走进了饭店正对面的一栋破旧的2层小红砖楼。大爷，这栋楼我沈南星租了，先租5年，全款。你要把饭店开在他正对面，跟他打擂台？打擂台？你太看得起他了，这叫贴脸绞杀。明天去招人，泥瓦匠、木匠，全县最好的我都包了，把那块牌匾给我挂上去，名字就叫南星阁。我会让陆展业眼睁睁看着他的客源、他的食材、他的资金链是怎么一步一步在我的南星阁面前崩盘的。南星阁的供应链交给我，他买不到1颗好白菜。猎杀时刻正式开启。青岩村的宁静被一辆装满空玻璃罐头瓶的大卡车打破了。我背着装预付款的粗布麻袋，一脚踹开了村长家的木门。村长，开大喇叭，全村广播，我要招工。南星丫头，你这是去抢了？这是定金，3天之内，我要在村口打谷场建起全县第1个露天无菌流水线。第1组清洗猪肉、兔肉，指甲必须剪平，全程戴塑胶手套。第2组切肉，误差不能超过0.5厘。第3组烧火熬油。第4组煮罐头瓶，高温杀菌。第5组装罐封口。工钱按件计酬，多劳多得，手脚麻利的一天能挣1块5。但是谁敢在干活时抠鼻屎、吐痰、偷工减料，一经发现立刻滚蛋，全村通报，永不录用。哎呦，南星啊，我就说你是个有大出息的，大伯母手脚最利索了，这切肉的活我包了，你给算2块钱一天咋样？大喇叭没说清，干活的地方不准吃东西。你第1轮淘汰，出列。你个小没良心的，我是你大伯母。陆彦池。青岩村的第1条食品流水线，在这个破落的村庄里转起来了。工会的12000罐肉浆我来盯，你拿着5000块去办事。收紧陆展业的粮道。对，他的展业大饭店主打南方海鲜、高档野味，走高端路线。但现在交通不便，他的食材只能从周边收。黑水河水库的野生甲鱼和胖头鱼，大凉山的特级野山菌和土鸡，西郊暖棚的反季节青菜。你只要买断，未来3个月。春节前后的全部顶级好货。他做局坑了我，还害我失去味觉。我现在要让他连一根品相完好的野山参都买不到。
南星，等我的好消息。80年代的人最信眼见为实，我要让站在马路对面的人都能看到锅里翻滚的肉，闻到飘出来的香。哈哈哈哈！沈南星，这就是你说的要让我姓沈的饭店？这破仓库下雨天还漏水吧？你这连个迎宾门面都没有，哼，打算卖2毛钱一碗的杂碎面吗？去看看对门，省城运来的进口水晶灯，包厢铺的羊毛地毯，下个月初6，县里的大领导都要来剪彩。你拿什么跟我打？拿你身上那股猪下水味吗？水晶灯能当饭吃吗？还是说羊毛地毯能盖住你那即将发臭的菜底子？死鸭子嘴硬，燕群的废物呢？是不是怕丢人，躲在乡下不敢见我了？黑甩河水库12月到1月所有4斤以上的野生甲鱼、8斤以上的胖头鱼全部签了皮塔性包销协议。大凉山3个最大的山货贩子、特级野山菌和走地老母鸡的货源全锁死了。顺便，我用比市场上高1毛的价格拿下了周边4个暖棚蔬菜的优先采购权。现在市场上只剩下别人挑剩下的蔫叶子。陆总，出事了！今天去水库收开业要用的霸王甲鱼，老金头死活不卖，说有人付的野金一直都没收上来，散户手里的也全被人高价截胡了。是你们干的，陆彦辰，你他妈疯了！你包下这么多高端货，你这破面馆卖给谁去？你就是为了恶心我！表哥，你骗我的50万足够买下10个水库，这点钱就当是我给你的开业贺礼。你那金碧辉煌的水晶吊灯下，最好能给客人端出高端的食材，否则你怎么对得起县领导的剪彩？你们给我等着！有钱了不起，我去省城调货，我看你们这破店能撑几天！去省城调鲜活甲鱼和山鸡，现在的路况运过来死一半，成本翻4倍，他撑不过1个月。红星厂的12000罐肉酱明天交货，尾款一结，南星阁的流动资金将碾压他。陆彦池，准备一下，下个月初6展业大饭店开业，我们也那天开业，贴脸开大，不死不休。这一次我要让他输得一干二净。哎呀，局长，你能来那是给我陆展业面子。一定一定。哎呀，李爷，以后有什么生意多照顾照顾我啊。与对面的锣鼓喧天相比，我这边的南星阁安静的有些诡异，只有2楼阳台上挂着的2串红灯笼和一块黑底金字的实木招牌。都是些什么劣质食材？李大厨，周边的好货全被南星阁高价截胡了，连根毛都没留。这批货还是陆总托了省城的关系才弄来的，路上颠了8个多小时。死鱼死虾怎么了？老百姓懂个屁的海鲜！多放辣椒，多放肉油重酱，把腥味给我盖住！今天开业，谁要是搞砸了，我让他全家在县城混不下去。这边我直接将一口超级大锅架在临街的灶台上，桌上放着各种新鲜的顶级食材，用最原始的方式吸引过路人的注意。红星厂的尾款已经结清，今天他请了县城最有消费能力的60个老板和领导，准备靠这顿饭打响高端招牌。那就让他的招牌今天碎在这里。陆彦池，开火！周围看热闹的群众发出一声惊呼，我单手抓起一只走地老母鸡，鸡肉被斩成大小完全一致的碎块，先将一大勺猪油舀进铁炉，紧接着鸡肉下锅，一股纯粹到了极致的肉香轰然炸开。顶级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，不到20分钟，一大锅野菌土鸡堡开始在街头剧烈沸腾，顺着初冬的冷风直扑马路对面的展业大饭店。马老板、王主任，这是我们的招牌菜红烧甲鱼和麻辣大虾，都是省城空运来的高级货，您2位尝尝。陆老板，你这甲鱼火候过了吧？肉都是面的，而且这腥味儿，你放了半瓶料酒都没压住啊！这虾的肉都散了。陆老板，你这不是砸自己招牌吗？这可能厨师今天手生，我马上去后厨说他们。什么味道？这么香？陆老板，不吃了。你这省城的高级货，我肠胃不好，无福消受，对不住了。沈南星、陆彦池，你们欺人太甚！
老板娘，你这锅汤我全包了，就在你这大堂里吃。南星阁的规矩不卖大锅菜。第一道野菌清手法吊土鸡，第二道冰糖原汁焖甲鱼，没有重料掩盖，吃的就是最绝顶的鲜。环境简陋，每桌80块，先付钱后上菜。一天只接待4桌，今天就剩最后1桌，吃还是不吃？吃，就冲你这食材和这香味儿，80块我也认了。贵客4位，里面请。绝了，绝了！这特么才叫吃饭呀！对面的菜根本没法吃。别看了，这只是开始。这几天他为了撑面子，硬买散户手里的高价死鱼，钱都花光了。不用3个月，最多半个月，他连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。陆彦池，关后门，今天让他竖着过来，横着离开。气氛瞬间降至冰点。陆展业带着5个内保，气势汹汹地横穿马路，周围看热闹的群众吓得纷纷四散躲避。正在南星阁大堂里吃得满嘴流油的马老板等人也停下了筷子，正犹豫着要不要从后门开溜。我将手里的抹布随意地往桌上一扔。马老板，你们坐着吃，今天这顿饭谁也掀不了桌子。我的手！不到30秒，陆展业带来的5个打手躺在地上哀嚎，瞬间失去了战斗力。我和陆彦池拖着铁棍，一步一步朝陆展业走过去。你想干什么？沈南星，我告诉你，县局的王副局长今天就在我对面吃饭，你敢动我一下，我让你牢底坐穿！王副局长，你现在去对面看看，你的王副局长还在不在包厢里？别打，沈老板，有话好说。县城的生意我分你们一半，摊位我全还给你们，我连本带利赔你们钱。我沈天星不打垃圾，脏手。打你是别人的事儿。燕池，表哥错了，那些钱我还给你，我连本带利还给你，咱们是亲兄弟啊。表哥，你忘了我失去味觉的原因了吗？你说过，人在极度恐惧和绝望的时候，神经是会坏死的。我现在只是把这种绝望还给你。你们来的正好，他们当街伤人，把我的人都打残了，快把他们抓起来！陆展业，我们接到实名举报，并掌握确凿证据。不可能，当年的账本我都烧了，知情人我都封口了，你们哪来的证据？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更何况是一堵用纸糊的墙。昨天夜里，陆彦池从老会计手中拿到了当年藏在床底下的所有证据。我不服！我是南方来的投资商，我的饭店投资了20万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！你的饭店，我说过3个月后那栋楼跟我姓，但我高估你，你连1天都没撑下去。沈老板，陆兄弟，好手段，我马占山服了。以后南星阁在县城，谁要是敢找麻烦，报我的名字。不知道沈老板有没有兴趣合作？我出资金，你出技术，咱们去省城开个最大的连锁饭店。谢马老板好意，不过南香阁的牌子只挂我自己打下来的地盘，以后想吃正宗的国宴私房菜，提前3天预约，概不限账。好，有骨气，给我周3的桌子，我带市里的朋友来。陆彦池站在我身边，一直紧绷的像弓弦一样的后背，终于缓缓放松了下来。沈南星，说，谢谢。谢个屁！饭店开张了，今天晚上的碗你洗，洗不干净，明天没饭吃。好，我洗。展业大饭店倒下了，而南星阁的传奇才刚刚开始。1个月后，对面的展业大饭店早已变成了一栋死气沉沉的空楼，而我的南星阁却成了整个县城乃至周边视线最耀眼的地标。预定已经排到了半年后，黑市上1桌炒到了300块。但这只是南星阁最不起眼的招牌，真正让我日进斗金的是包圆了周边5县的肉酱和冷吃兔罐头。
沈老板，我对不住你。清源县那段山路昨晚塌方了，牛车翻进了沟里，整整500罐货全毁了。这钱我老刘就是砸锅卖铁也赔给你。擦擦，去前台支10块钱医药费，去卫生院把头包扎了。沈老板，这可是将近2000块的货啊，你不让我赔？牛车走山路本来就是看天吃饭，天灾算我的，不扣你工钱。但我沈南星的字典里没有认灾这2个字。货毁了可以重做，但清源县纺织厂的单子今天中午必须交，失信比赔钱更致命。清源县距离45公里，牛车时速5公里，绕开塌方路段至少要10个小时，绝对赶不上中午交货。唯一的方法是机动车。南星，我们的产量已经远超运力，过去3个月运输损耗率上升了12%，这不是钱的问题，这卡住了我们向外扩张的咽喉。你说的对，80年代的生意，谁掌握了车轮子，谁就掌握了印钞机。交货的事儿你去办，需要多少钱，直接从账上提。淘汰的解放牌，发动机刚大修过，8成新，8000块直接买断。司机是我以前认识的人，技术一流。现在装货。装货1000罐，双倍补齐清源县的单子。货准时交付。纺织厂厂长看到卡车，直接把下个月的订单翻了1倍。买这辆卡车只是第一步。我要建南星阁专属物流线，从原材料产地到加工厂，再到省内8个核心城市的销售终端。我要让我们6个小时内到3省全省任何一个角落。好，卡车不够就继续买，钱不是问题。你负责把路铺平，我负责把货供足。3天后，南星丫头回来了，快去大队部把最好的茶泡上。不用喝茶，村长，把账本拿来。露天作业，卫生不可控，产量也见顶了。从今天起，打谷场拆了，这5万块是我的私人投资，我要在青岩村建全县第一个现代化食品加工厂。第一，工厂占地10亩，全封闭车间，所有人进车间必须穿消毒服。厂长由村长担任，我只看质检报告。第二，我从省农科院请了专家到后山建100亩温室大棚，种反季节蔬菜和特种香料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。工厂我占股70%，剩下的30%按劳分配，折算成股份分给干活最卖力的30户，年底分红。我给你们饭碗，给你们股份，但谁要是敢偷奸耍滑、中饱私囊，我不光收回他的股份，还会让他倾家荡产。对，谁敢咱们村的饭碗，我老头子第一个打断改良的腿。青岩村的厂房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拔地而起，不到3个月，一座标准的红砖厂房在山坳里落成。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，传遍了周边10几个村镇。沈老板，您行行好，给我们村也留口汤喝吧，我们村的地也能种香料，劳动力也足啊。是啊，沈老板，求您给个机会。想跟着我干可以，但我不要散兵游卒。你们5个村把土地集中起来，成立联合种植合作社，我提供种子、技术和标准，种出来的东西只要符合质检标准，但有一条，发现一家用劣质农药或者以次充好，整个村的收购资格永久取消，你们自己互相监督。行，我们签合同，互相盯着，绝对不出纰漏。1983年的夏天，5辆漆着南星阁标志的解放牌大卡车，每天轰鸣着穿梭在全省的高速和省道上。这一天，我坐在宽敞明亮的厂长办公室里，翻看着这个月的财务报表。省城餐饮协会发来邀请，想让我们去开分店。这是省城几大地段的商铺转让资料。县城的水太浅了，我们是不是该去省城搅一搅风雨了？县城的水浅，那就去省城；省城的水浅，那就去全国。准备车，明天去省城。我要让全省的人都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。一个乡下卖猪下水起家的黄毛丫头，也敢来争铁道部的单子。就算在省城开了3家分店，又怎么样？底子是个泥腿子，做的那些罐头上得了台面吗？陈会长，上个月你的百年聚仙楼因为采购变质海鲜被查封3天，这事儿面子上有光吗？沈南星，你别太猖狂！今天评标的有领导，还有京城来的国宴1级评审，他们吃的是底蕴，是文化。你那套重油重辣的底层把戏，在这里行不通。
那就用你们的底蕴来试试我的底层把戏。上午10点，现场试菜环节正式拉开帷幕。手艺都在，但食材的味道被工业香精和长途运输的疲乏感遮盖了，没有灵魂呐。下面有请南星集团沈南星代表上台试菜。就这？沈南星，你穷疯了吧？招标会你端2碗白菜汤上来，这就是南星集团的实力。南星集团参标菜品第2道，南星特级清汤白菜，请各位领导先喝汤。汤清如水，却浓香扑鼻。老母鸡、老母鸭、火腿、排骨、干贝，用绝顶火候熬出至鲜，再用瘦肉蓉反复扫汤吸附杂质，这是失传的国宴最高技法。你怎么会做？而且这白菜的甜，这汤的鲜，这绝对不是市面上能买到的食材。您说的对，这是南星集团青岩村5万亩无机农业合作社用最严苛标准种出的特供白菜，熬汤的食材全部来自我名下的只养殖基地。真正的国宴不是用来炫耀门第和昂贵摆盘的，是把全中国最顶级的食材，用最极致的手法做给天下人吃。有华北最大的自由冷链车队，只要合同签下，48小时内我的货能保质保量铺满你们的每一节车厢，不搞虚的，只看产能、品控和物流，谁能打得过我？这单子我手相让。原厂死一般的激情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那些靠着人情世故和祖传手艺混饭吃的老字号只能作罢。我宣布，本次全国铁路干线餐饮供应项目中标单位是南星集团，综合评分第1，全票通过。省城餐饮协会那帮人估计今晚睡不着觉了。睡不着也得接受市场的优胜劣菜，商场上弱肉强食，从不相信眼泪。回青岩村，老村长昨天打电话说新学校建好了。青岩村早已经看不出当年的影子，宽阔的柏油马路直通村口，村里还有一栋特别的建筑。你把集团去年40%的净利润全砸在这所学校和农业基金里了。外界都说你是吃人不吐骨头的资本家，只有我知道你在干什么。我穷过，饿过，知道跪在泥地里借钱是什么滋味。我赚再多的钱，一天也只能吃3顿饭，睡1张床。几10年后，这里依然会有在泥地里啃红薯的沈南星和陆燕直。我不是在做慈善，我是在给我的商业帝国培养未来20年最死心塌地的人才，这叫长线投资。你总是能把最温柔的事说得这么唯利是图。回到老宅，我下了一把最普通的挂面，撒了一点葱花，点了一滴香油，放了半勺盐。我把面端到堂屋的木桌上，推到陆燕池面前。吃。这2年半，他每天经手成百上千吨的顶级食材，但他从来没有吃过我亲手做的一顿饭，因为他没有味觉，吃什么都是如同嚼蜡。他低下头，挑起一筷子面条，突然，他的动作停住了，他整个人僵在了那里，筷子在半空中微微发抖。咸的，沈南星，这面是咸的，葱花是香的。我看着他通红的眼睛，没有去拿纸巾给他擦眼泪，我只是走到柜子前，拿出一瓶50多度的老白干，倒了2个土瓷碗。你的病好了，但我的厨房，你该洗的碗一个都不能少。只要南星阁的招牌在一天，我陆燕池的车轮就永远为你冲锋陷阵。镜前，镜未来，镜这该死又迷人的人间。从烂泥里的鳄鱼皮鞋到覆盖北方的商业帝国，我们熬过了最黑暗的日子，而属于我们的时代才刚刚开始。